23岁那年，女友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叫了几个兄弟出来，想问他们借钱，跑上门跟李芳家里提亲。我带他们去路边摊吃烧烤，准备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开口借钱，结果隔壁桌的男人喝醉了，跑来我们这桌，他先看了眼李芳，然后就调戏他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带着几个兄弟把他按在地上，后面警察来了，他们都跑了，只有我还在地上打人，结果被当场逮捕。李芳当时着急，他极力跟警察解释我打人的原因，可我打了人是事实，还是要被警察带走。李芳，你别急，你先回家休息。他就站在路边，亲眼看见我被抓上警车。后来到了警局拘留室，我以为就是普通的打架斗殴，做个笔录就把我放了。可我在拘留室等了一天，没等到释放消息，结果等到警察的一句话：你把那男的一颗肾打爆了，他家里人要告你，你可能要坐几年牢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傻了，后来听说那男的可以不告我，但要我拿3000块钱赔给他。93年的时候，2块钱能买1只老母鸡，3000块就是1500只老母鸡。我爸早死了，我妈也改嫁了，就是因为没人管我，我才成混混，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对方说没钱免谈，最后没有意外，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，要坐4年的牢。坐牢的头2个月，李芳偶尔会来看看我，后来他有段日子没来，再来的时候气色很差，肚子也小了。然后我才知道他家里人发现她怀孕的事儿，知道是我的种，又听说我在坐牢，于是全家都劝她去打胎，她说什么也不肯，可家里告诉她，你还没结婚，哪来的准生证？就算你执意生下来，孩子怎么上户口？难道要等那个男人坐完4年牢再说？到时候孩子都3岁了，这3年怎么熬？你想过吗？家里人最后劝动了李芳，带她去做了流产。这趟她来见我是瞒着家里偷跑出来的，就为了和我说这件事。对不起，我后悔啊，我打自己巴掌，我真是混蛋。如果我那晚只是点到为止，或者那晚我也跑了，那我就不会坐牢，你也不会被家里带去流产。你放心，我会等你出来的。我贴着玻璃哭，我在心里发誓，将来一定要让他过上好日子，却不知道将来日子那么短暂。4年后，也就是97年，我刑满释放。出狱后，我找了份餐馆洗盘子的工作，再把自己打理得干净一些，用在监狱里的收入买了1提旺仔牛奶和旺旺大礼包带去李芳家里。当时李芳给我开门，她满脸的高兴，她爸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扭头问了句谁来了，然后继续看电视。他妈从厨房出来，好奇是谁，看见是我，转身就回厨房。我低着头很羞愧。李芳跟我说，他们只是在忙，先进来吧。然后从我手里接过见面礼，放到茶几上，接着关门。他爸坐在长沙发的中间，我坐在小沙发上，李芳夹在我们中间。刚想和他爸说一句话，他爸就拿遥控器关掉电视，对厨房喊了句晚饭不用叫我了，然后就回房间了。来之前我就想过他爸会不待见我的，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。一想到他爸因为我不吃晚饭，我就坐立难安，想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离开。我可能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下次再来。李芳也没办法，我送你吧。话刚说完，李芳他妈从厨房出来，你要走了，那就不留你了。李芳过来帮我搭把手。我知道他妈的意思是让他留下，李芳只能点头。最后我出门往自己40平的出租屋走，那时候路灯少，隔几十米才有一个昏黄的路灯，我的视野时明时暗，前路如何模糊不清。洗盘子的工作挣不到什么钱，还很枯燥乏味。从上班到下班，每天有上千个盘子送到我面前，一根水管在我手边只放出很小的水流，一做就是1天，要放在4年前。这样重复且枯燥的生活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可放到现在，我居然很习惯。大约是在监狱待久了，性子也磨平了。20多天后，我领到了第1个月的工钱，只有400块。我去农贸市场买了2只3黄鸡和1盒茶叶，觉得买少了，又买了2斤坚果和几袋大白兔奶糖，准备第2次去李芳家。刚走到李芳家楼下的时候，看见卖橘子的小车，就又称了2斤橘子。上楼梯时，我怕又像上次一样影响李芳他爸吃饭，便准备送完礼就走。李芳在门口笑脸嘻嘻地迎接我。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这些还有茶叶是给叔叔阿姨买的，大白兔奶糖是给你买的，你喜欢吃。快进来吧，这些都给我，我拿着吧。这2只鸡是活的，一会儿挠到你。李芳接过我右手的东西，一样样的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把我左手的2只鸡送进厨房。紧接着我就听见他和他妈聊了几句。哟，2只鸡呢？母鸡能下蛋，咱先养着，到过年了，要是都不下蛋，咱喝鸡汤。先放厨房阳台，一会儿冻死了。我听着他们母女的谈话，感觉这次他妈妈心情不算太差，可毕竟是第2次上门，我不敢待太久，生怕叔叔又因为我跑房间去。叔叔，那我走了。李芳他爸没看我，好像在打量我。这就走了？那个今天东西买多了，就给你送点来，现在送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说着我转身出去，在下到2楼的时候，听见李芳追了出来。你等会。我停下步子，听着李芳的脚步越来越紧。等她走到我面前时，手里拿了个塑料手套，
这天气冷，你们那洗盘子还是冷水，你别傻傻的就戴个塑胶手套，你可以在塑胶手套里套一层毛线手套，这样洗盘子手就不会冷。本来还给你织了围巾的，还没织好，等织好了我给你送过去。我那时候眼睛一下就红了，这么好的女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第二个。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太憋屈了，我有点控制不住表情，一下就哭了。她把我抱在怀里哄小孩一样。好了好了，你做的很棒，你都没看到我妈今天脸色可好了。刚才出门的时候，我爸都不拦着我，他们是给你机会。听到这句话我更憋屈了，在李芳怀里大哭。哎呦，好了好了。她一边哄我，一边拍我的背。我那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就想大哭一场，以至于忘了我们在外头期间，有个邻居买完东西上楼，正好撞见我，还特地侧过身子走上楼上去，以后还不忘哎呦了一声。李芳也觉得羞了，就小声说：“阿成，可以了，别哭了，丢死人了。”我哭够了，重新站好。那我下次再来。好，下次来不用带那么多东西，人来了就行。之后我下楼出了巷子，这次回家的路总感觉比上次要亮一点，而且我戴着手套，手一点也不冷。后面我去李芳家的频率比较多，隔三差五就会去一趟，但去的时候不带礼物，只带些灯泡、水管。李芳来餐馆看我的时候，偶尔会和我提起家里哪里的灯不亮，水管有点漏水，床板有点吱嘎响，我会修，就想趁休息的时候去她家修一修。李芳他妈是全职主妇，平时我待在家里，他爸是国营机电厂的熟练工，我去的时候他都在厂里，上班时间上正好能错开。也许是我常来修东西，李芳妈妈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。这次下午来他家修水管，刚换完新的，他妈妈就拿了条热毛巾给我擦脸擦手。呀，小陈辛苦了，平时我叫你叔叔来修，他总要拖好久，这下都让你修好了。我很腼腆地说，下午餐馆没人吃饭，盘子都洗完了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哎呦，挺好的一孩子。李芳都跟我说了，他当初跟人打架是因为那人欺负李芳，你是帮李芳出头，你骨子里是个好孩子。我很羞愧，打我15岁起就没人管过我，我成天混迹街头巷尾，没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家长口中的好孩子。这时客厅的门锁开了，然后听见李芳他爸的声音：“孩他妈来拿年货了。”说着就看见李芳他爸手里领着大米、油、腊肉、喜糖往里走。我俩正好打了个照面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忽然哑巴了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一直很怕他爸，总觉得天下没有一个男孩子在结婚前不怕女朋友。他爸后面是李芳妈妈出来打圆场，人家这段时间会趁着下午休息来帮咱家做事，你以为那些坏掉的灯、家具、水管都是自己好的？你平时一回家就看电视，家务你从来不管，都是人家小陈做的。听这话，李芳爸爸的眉头又皱紧了一点，开始在我身上打量。我觉得不自在，就找借口说：“那个我又有盘子了，我回去上班了。”说完就要走，李芳他爸叫住我，我吓得僵在原地。谁知道他下一句居然是：“下班来家里吃饭，我单位发了腊肉。”那一刻，我先是紧张，然后是惊讶，反应过来后就成了开心，在后面莫名有些想哭。我赶紧转身给叔叔鞠躬：“谢谢叔叔。”行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抬头看见李芳在他妈后面笑，我跟她四目相对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回去上班了。真的开心，特别开心。这一刻的幸福，即便是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，也依然是我心里最柔软的记忆。我爸一直这样，做事冲动，嘴硬心善良。虽然他总说不会同意我俩的事，但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，不然我哪敢让你一出狱就来我家呀？我教你，你除夕来的时候买2条红塔山。我爸爱抽这个，他看到烟脸色能好看很多。你再给我妈带一罐蜂蜜。他老以为那东西贵不可买，其实没几块钱。然后除夕当天，我真的按李芳说的买2条红塔山和1罐蜂蜜，他爸妈的脸色真的好了很多。一进门的时候，看电视的叔叔摁了一下，指着烟冲我瞪眼睛，我赶紧点头，把2条烟往叔叔手上送。叔叔，除夕快乐。好啊，坐，我先去厨房，我给阿姨也带点东西。好，去吧，去完回来陪我看电视。我走去厨房，把袋子放在砧板边。阿姨之前有人来你们餐馆买神秘，我给你称了1罐，你看下。阿姨一看，眼睛都直了，特别高兴。哎呦，你瞧这个颜色这么鲜艳。阿姨，这是槐花蜜哦。对，好东西啊，这得放冰箱才行。小陈，你看看，过来吃个饭，带这么好的东西。说着，阿姨带着罐子往冰箱走，我则和一边切菜的李芳四目相对。她冲我笑，好像在问这招好使吧。我直点头。后面开饭的时候，他爸开了瓶白酒，让阿姨拿了2个杯子来问我能不能喝。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1点点，可能是口子比得太大了。叔叔眼睛放光，就给我倒酒。你得吃点，不能干喝，干喝对胃不好。后面叔叔问了我点事儿，我可能是喝了点酒，心里的话藏不住。我知道你爸走得早，你妈改嫁了是什么时候呢？我爸是我13岁时候走的，我妈带我到14岁开的家。后面是我爷爷带我85年的时候，老人家走了，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。那你后来怎么生活？要钱没钱，宅子还让你妈带走了。我那时候没办法就捡瓶子，后面跟一些混混出去当第六子，做过一点小偷小摸。说到这，李芳的手在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，我当时醉着没反应过来他什么意思，于是就看着他。我估计我当时目光呆滞，看他的眼神挺傻了。
没想到李芳又拍我一下，还给我使眼色，我还是没反应过来。这时候他爸对李芳说：“干什么？你是嫌丢人了？哪里丢人？谁年轻不犯脸错？小偷小摸怎么了？那时候叫浪子，现在回头了就好。你要是嫌丢人，你就别找他。小陈呢？喝酒。”我这才明白，李芳是怕吓到他爸。以前是生活所迫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我看得出来你本心是好的。李芳跟我说了，你那次打人坐牢是因为那个男的对李芳动手动脚，这没错，你打得好。男人嘛，有时候是要做点男人要做的事。说到情深处，他举杯，我赶紧回去。等我们抿了一口后，接着说：“但是那是年轻不懂事，你现在牢也做完了，要长大了，要成熟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家里男人是顶梁柱，男人做事一定要三思后喜。你看你打了人去坐牢了，坐牢的这几年，你想过家里人怎么办吗？当然，你那时候没有家里人，我是说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，你进去坐牢了，家里人怎么办？是吧？”我听着鼻酸直点头。叔叔见我红了眼眶，意味深深的哎呀了一声。年轻都会犯错的，我年轻也犯过错，那时候叫投机倒把，我当时差点没挺过来。你阿姨那时候差点没顶到我，我是觉得犯错不重要，犯了错要改，要浪子回头，知道吧？我就这么个女儿，我是不想这么早把她嫁出去的，但是她也有这么大，我觉得你们年轻人还是要早点成家，生活才有盼头。听到最后那句话，我就算喝了再多酒，脑子再迷糊也一下反应过来了。那时候感动的别说眼泪，鼻涕都哭得冒泡。叔叔，我没钱。叔叔当时猛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客厅边上李芳的房间：“钱多有钱多的活法，钱少有钱少的活法。我敢把女儿嫁给你，就是图你踏实。李芳的房间够大，给你当婚房。你说彩礼我不要你1分钱，酒席也不要你办，年后去把证领了。你现在改口叫我生吧。”我哭得更激动了，从小到大没哭得这么激动。我打小老爸走得早，老妈也改嫁了，所以没有人管我，导致我一直在街头当混混。有一次意外伤人，到一个人的屋子，入狱4年，出来已经物是人非。也许老天觉得我可怜，给了我一个好老婆，老丈人对我也很好，不但不要我彩礼，还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本以为可以这样一直下去，可惜命运弄人。小程，我还在颠手。怎么了，老板娘？老板娘赶紧叫住我。你岳父单位打电话过来，说你老婆产检路上出事了，在医院抢救。我丢下锅铲，甩下围裙往外跑，可到了医院也没用。我看见岳父手术室外来回踱步，我跟上去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岳父摇头，他也是接到医院通知才来的，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。手术室里，护士开门，我拦着他，可他只对我说了句：“不要拦我，病人在抢救，时间就是生命。”然后就小跑着出去。几分钟后带了名医生回来，直奔手术室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护士又出来，这次跑得更快，没多久又领了位大夫回来。我急得跺脚，老丈人更是捂着胸脯说：“我之前高血压血管爆了，都没叫过这么多医生，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听到老丈人这么说，我更慌了，赶紧找了个外面留守的护士问：“我老婆在里面，我不能进去吗？电视里演的不都说老婆生孩子，老公能进去吗？”护士告诉我，电视里演的是生孩子，里面不是在生孩子，是在救命。听到这，我心凉了一半。李芳不是说今天不来产检了吗？怎么好端端的就进医院了？就这几个小时的功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和岳父等了很久，等到天都要黑了，这时门开了，一个医生走出来，他神色凝重地问我：“二位是病人家属吗？”我们都点头。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爱人。医生拿出一份同意书对我们说：“产妇怀胎7月之前有过刮宫流产的经历，这次跌倒引发大出血，导致病人早产，产妇可能就不回来了。我们在尽力保住孩子，请你们谁在同意书上签字？”听到这，我不肯签，老丈人也不肯签，他破口大骂：“什么叫就不回来了？怎么就这么严重了？”产妇之前刮宫流产，不像是在正规医院做的手术，子宫壁很薄，情况很危险。说到这，老丈人面露难色，我赶紧看向他：“爸，您之前带李芳去哪做的流产？”他说不出话，只伸手发抖。我心如乱麻，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。我问医生：“我签了这个字，你们是不是就放弃我老婆了？”不会放弃，有希望的话，我们一定救她。要拜托您的医生，能保大一定要帮大，拜托您的医生，我这里有点钱，您收下，求求您了。我掏出兜里的钱往医生那边送，医生收下了，然后拿着同意书进了手术室。1个小时后，手术室门口的灯变绿了，护士让我们进去。那时我看见了奄奄一息的李芳和李芳身边的婴儿，我懵了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我听见李芳的声音，气息很微弱：“阿成，爸！”我和老丈人赶紧跑去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可是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我了。阿成，我不该自己出来，都是我的错。医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孩子是男孩，我以后不能陪着他，你不能给他找后妈，你不能给他找我。我哭得说不出话，很难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：“好。”爸，是我的错，和你没关系。你以后要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你要长命百岁。帮我跟妈说，我好喜欢她做的糖醋排骨，她一定要做给她孙子吃。老丈人哭不出声音，干张着嘴仰天难过，另一只手攥得很用力，一直在敲自己的腿。我知道他很自责。好，都听你的。
八成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忽然问我，我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太笨了，我还要等你起名啊，你要撑住。李芳忽然浑身发抖的大吸一口气，吸完以后撑着脖子说，叫黄韵。我希望他以后又有才又厉害又有钱。会的，一定会。你不准给他找后妈，你要孝顺咱爸妈，你要一直喜欢我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李芳，你不要死，你不死我做什么都行。他这次没有回答我，伴随而来是心跳检测器发出尖锐的长音。我跪在地上，握着他的手，把头紧紧贴在他手上。我老婆死了，我老婆死了。那晚，我用同一支笔签了死亡证明和出生证明。我抱了黄韵一会儿，护士就把孩子带去婴舍。老丈人在太平间哭，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身往门外走。爸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们交代。老丈人见我气势汹汹，赶紧问我，你要去哪？我问过护士了，他们说是有人推了李芳一下，我要去查是谁。你报警啊，交给警察。我摇头，这事儿您别管了，等我给您个交代。说完我就走了。不管老丈人怎么喊我，我头也没回。我和老丈人只说了一半的实话，确实是有人推了李芳，是4个混混。如果报警的话，那4混混算不上什么大罪，甚至不一定有证据证明是他们做的。但让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那绝不可能。我坐了4年的牢，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混社会的人。我找了几个以前的狱友，跟他们打听圈子里的情况，问问今天有没有传出和孕妇有关的消息。果真问到一个，说是有4个光膀子抽烟纹身的混混，光天化日在巷子里调戏孕妇，结果害得孕妇滑下坡去。事后混混跑了，孕妇好像让救护车带走了。我问他们那4个混混在哪，叫什么名字，他们给了我个酒吧的地址，说在那里可以找到，又把4个人的名字写下来。我走在小巷子里，在别人的铝合金房梁上抽了根钢管出来，然后在大路上打了辆摩的。摩的司机见我拿着钢管，起初是不想拉我，我直接给他塞了张50的，让他把我送到酒吧。等我到了酒吧门口，在门口看见了看场子的人，我把钢管塞进袖子里，溜进了酒吧。进酒吧后，我拿出纸条去把台问酒保，兄弟，我找人，这个人见过吗？我怀孕的老婆被人调戏，不幸滑倒入院，失血过多身亡。我打听才知道是4个混混，他们现在在酒吧，于是在路边别人房屋上拿了一根铁管就杀了过去。我来到前台问酒保，酒保看了一眼，指着那边那桌，那4个搂着波浪头小姐的那桌就是。我扭头一看，那桌正好4个人，于是我走到他们前头，拿出纸条把他们的名字报出来，然后问是不是他们。那4人中的一个还很嚣张，你谁啊？我只问是你们吗？是我们。那我没找错人。于是把钢管放出来，这就最近一个就开始敲。那天我大闹酒吧，看场子的几个人上来拦我，但这时候走上来一个人拦住他们，他就是死掉那个孕妇的老公。于是那几个看场子的就没真的上来拦我，只是在边上做出要拦我的动作。我占了先手的优势，4个人叫我先打晕2个，后面经过一番苦斗，我把这4个都撂倒了。我丢下钢棍，用脚踩住他们的手，拿起酒吧的高脚凳，高高举起，敲向他们的当时的小臂。4个人挨个敲，全部敲碎。我不管他们是用哪个手推的我老婆，我只砸左手，右手留给他们。酒吧的客人跑了一半，剩下一些看热闹的。我砸完他们的手后，在现场找了包烟，随地摸了个打火机，坐在酒吧的台阶上点烟。那几个看场子的就那么看着我，我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，抽完那一口吐出来，然后说：我知道规矩，我闹场子就要负责，什么后果我都认，但是人我必须要打。哥几个不拦着我扣仗义，谢谢。几个看场子的戒烟面面相觑，又看了边上那个男的，我也顺着他们看过去。那男的应该是这个场子的。那男人看着我说：今晚有人告诉过我你会来，他跟我说了你的事儿，大半个圈子的人都知道你的事儿。兄弟，你孩子还在医院，也没打坏多少东西，就碎了张玻璃珠，我会找这4个人赔的，我帮你叫辆的士，快回医院看孩子吧。我惊讶地看他，然后侧过头2手抱拳对他比划了一下，仗义，谢谢。那些人就上来扶我，把我送到门外去。他们帮我拦了辆车送医院去，其中一人拿了张20的给司机，我让师傅把我送到目的地。起初师傅是往医院开，后来我跟师傅说，师傅不去医院，去东湾巷子。小伙子，我看你现在头在流血啊，已经流干了。我想回去换身衣服再去医院。因为是晚上楼下没什么人，我摸着黑上了楼，没让邻居看见我一身是血的样子。等我洗完澡擦完药换完衣服就准备出门，想起要用钱就回房间拿了存折、银行卡，还带了几件衣服，又重新下楼往医院奔。我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岳父已经在太平间外头的长椅上坐着睡着了。我把带来的衣服披在他身上，坐在他身边，他是想给芳芳守夜，我陪他。第二天，丈母娘接到消息赶回来了，在医院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鼻子流了血，膝盖也摔破，好像是在路上摔了跤。可这不影响，他见到我们就问：女儿呢？李芳呢？老丈人的情绪本来已经好很多了，被丈母娘这么一问又哭得没声音，吸了几口气后跟丈母娘说：都是我的错啊，医生说他是刮宫流产留下的病，好好一个人没了。丈母娘听完一口气没醒，翻白眼晕了，后面血压忽然变低，险些有生命危险，因此住进了病房。就在老丈人照顾丈母娘的时候，有人敲我们病房的门，是个穿西装的。我们回头一看，谁都不认识，他就没管。可这人叫出了我的名字。请问黄金城先生在这里吗？我诧异，老丈人也诧异，
他看着我指着门外那个人，张嘴却没说话。我回头看他，也奇怪是谁，一身西装，看上去和蔼可亲。我不记得我认识这个人。爸，可能找我有事，我去一趟。老丈人抓住我，跟我说：“你记得那年除夕我和你说过什么吗？”记得啊，我是有家的人了，我做事会注意的。在医院外的小公园里，那男的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刘奔，道上叫我一声刘哥。你打的那4个人是我手下的。”我低头，我在里面听过你的事儿，你开的厂子大，什么生意都有，火车站边上那个红灯区就是你的。你这趟是来替他们要说法的吗？兄弟误会了，只要你开口那几个，另一只手我也帮你废掉，那不用右手留给他们吃饭。这是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，是我没管教好手下人，你老婆的事儿是我对不住你。这里是1万，我知道这肯定不够，但是你先拿着，算我一点心意。我很惊讶，这位产业遍布黄赌毒的黑老大，居然低头给我拿钱，我没接，总有一种如果我接了，这事儿就变味了的感觉。刘哥把钱在我手里，兄弟，你这人我也打听过了，我身边的人都说你是个好男人，而且你一个打4个，打赢了也只费左手不害性命，太讲究了。现在出来混社会的，太缺你这样有道义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家庭，但是你养孩子花销不小，我是真心想请你给我做事，绝对不亏待你。我看着1万块钱摇头，谢谢刘哥，惭愧，我不能给你做事。我现在当厨师日子挺好的，而且我老婆在天上也不想看我再混。听了这句话，刘哥点头。好，没事，兄弟，我欠你，以后有事儿你能来这里找我，你就报你自己名字，肯定能见我，能摆平的我一定帮你。他给了我张名片，我收下了，说了声谢谢。后面他走了，我看着他，觉得自己不会有用到他的那天。后面我老婆火化了，办了死亡证明，也改了户籍卡。丈母娘也出院了，黄孕虽然是早产，但身体很健康，医院方面也允许我们带回家。当时我老丈人捧着骨灰盒，丈母娘扶着老丈人的手，我在后头抱着黄孕跟在后头。到家后一推门，看到客厅边上我和李芳的房间全哭了，大人一哭，小的也哭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。夜里孩子跟丈母娘他们睡，我独自坐在床头。那晚月亮特别圆，我把李芳的衣服拿出来叠，把李芳给我织的手套和围巾拿出来戴。我想着李芳帮我贴腰上的狗皮膏药，想着她怀孕的时候吐得吃不下东西，想吃白兔奶糖，想着我好几次累得受不了，趴在她怀里像个男孩，我就坐在她那边的床头，像个傻子坐一整晚。我还是接受不了，她走了，一回头看向床上，什么都没有，特别难受。以前不懂想一个人想到痛是什么感觉，现在是痛得撕心裂肺，一晚上我要哭好几次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没有李芳的生活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如果你也有思念的人，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那你就点击左下角 PP 做一个测试，马上就知道你思恋的人是谁了。我也试了一下，我思恋的人竟然是我自己。2000年的春节是最难熬的日子，李芳怀孕时候给孩子打了好几套毛线的衣裤、鞋吗？过年的时候都穿上了。我抱着黄孕在李芳的遗像前面，老婆，你看在儿子眼睛真想念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很不好受，我甚至听到丈母娘抹眼泪的声音。可我得和老婆汇报一下，以后每年我都要和她汇报，不能让她在天上担心孩子。之后日子一天天的过，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老丈人坐在餐桌上喝闷酒，我正好带了点冷盘回来，我往餐桌走，老丈人也喊我过去。等我坐下后，老丈人拿了张存折出来，我眼睛都瞪圆了。他示意我先别说话，我沉默。老丈人说：“女婿，我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，年纪很大了，我们老两口有攒钱的习惯。起初是给儿子存的，但是儿子出意外死了，后面就想把这个钱攒给女儿，现在女儿也不在了，我们老两口攒不动了。你是个男人，现在还当爸爸了，你要担起责任来。这笔钱我现在给你，你是做生意也好，是继续攒着也可以，爸都支持你。”我震惊看了眼存折上的钱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爸，这钱您和妈留着养老呀。他喝了口酒，摆手冲我竖大拇指。女婿，你是这个，从你坐牢出来到现在，你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孩子，我认你是我亲儿子，你知道吧？我点头。我知道这个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留给儿子就挺好的。这时丈母娘也过来了。你就听你爸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要那么计较得失。说完，丈母娘把存折塞进我手里，我又一次沉默了。我终于知道李芳为什么这么善解人意，她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。我惭愧地红了鼻子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我一定孝顺你们。我从餐馆辞职了，走的那天，老板娘还抹着眼泪跟我说：“小程啊，真是老天不开眼啊，怎么光挑善良的人害呢？你以后有什么难处，你记得来找姐姐，得拉你一把了。”我只能说谢谢。后来我拿着老丈人给我的钱，还有之前刘哥给的钱，凑一起开了间小馆子，卖拌粉、馄饨、盖浇饭之类的，招牌叫黄记小吃。馆子不大，就10几个座，现在就我一个人做。丈母娘在家里帮我带孩子，早上5点起床准备，晚上8点关门。一天净利润大概在80块左右，也别小看这80块，0年工地散工一天才挣30，我一个人能顶2个半的工地散工算很不错了。一个月零总能赚到2500，是我原先当厨师工资的3倍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我能攒不少钱。后面经营了7、8个月，因为我用料扎实，生意更好了，现在每个月能挣3000多。那时候真的干活有劲，是在2000年的9月份，
第3件坏事来了，93年那个晚上，被我打爆1颗肾的男人，时隔7年，我再次见到了他。我记得他叫孟伟，他看上去老了不少，身上还多了几道疤。那天他一个人进店，看了眼菜单就叫了碗招牌馄饨。我起初没认出他，是给他送馄饨的时候，他认出了我。他当时叫住我，哎，眼熟啊！我这时候才认出他，但我低头不说话。开小店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，不能闹事。是好久没见了，这馄饨趁热吃，我店里的招牌。谁知道他把馄饨推到一边。老子怕烫，市区这么大，又让老子碰见你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老子被摘了1颗肾。对不起。你以为对不起就完了？你知道这1颗肾是什么感觉吗？隔3差5就会腰痛，身子会有一边侧着难受，尿有时候是黄的，有时候是棕的，都他妈是你害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也蹲了4年牢，这是能了了吗？啊！我呸！你休想！他甩手把馄饨咬完，然后指着我这个店说：“你今天让老子碰见了，老子能让你把这个店开下去。你看我不把你搞到你破产。”说完，他扬长而去。店里此时有2个客人，我只能跟他们陪笑。对不住了，是个老熟人。我一边说一边弯腰捡碎碗。第2天我开店早餐的时候还挺好，到接近中午的时候，就看见孟伟带了一帮人坐进我店里。天气比较热，这些人都是光膀子纹身，嘴里叼烟的人瞧上去接近30岁吧。他们带了副牌在我这打，有客人靠近，他们就把客人喝走。我站在小厨房，一时间没办法，只能先包馄饨。可是，一下午了，孟伟打了几个小时的牌，把店里的风扇都对着他们吹，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动了报警的念头，可那时候我没手机，店里也没座机，我只能在厨房里想着。今天过后，他看我没什么反应，也许就走了。可第2天他们来得更早，8点左右就到了。幸好是在做完学生的早点生意，后来了没下着学生，他们带了2扎啤酒和瓜子花生，还有麻将，生生把我这里当做了棋牌室。今天也毫无疑问的打了1天的麻将，晚上9点才走。我不敢把这事告诉老丈人，我怕他着急，只当等孟伟的气消了，这事儿就结束。可一连10几天，孟伟天天来店里，天天亏，我都奇怪，他们不用挣钱吃饭了。后面问了道上的朋友，这个孟伟也是混的，是一个黑老大的亲戚，家里有钱，还有不老少人当官。开场他就一不愁吃喝的公子哥，整天愿意当个街溜。听完我就绝望了，我知道我是耗不过他了，于是提前报了警，希望第2天警察来把他们轰跑。到了第2天，警察确实来了，批评教育了一顿后，孟伟笑嘻嘻的带着那帮人走了。可等警察离开后，孟伟不知道又从哪里带着那帮人窜出来。孟伟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：“小子，你报警也没用，我们也没做什么，报了警也不能拿我们怎么着。”这一刻我明白了，不怕坏人坏，怕的是这个人不仅坏，还懂法。我是恨自己不会读书，要是会读书，我也想做个懂法的坏人。我看着存折，这个店1个月连材料带租金亏了6000，我那时候就想，他妈的不开了。可是如果不开这个店，家里的老两口问起来，我该怎么和他们说？总不能说是孟伟害的，老两口都是直爽人，万一起冲突怎么办？像孟伟这种人，万万得罪不起。老两口身体不好，要是因此出了什么闪失，我要怎么和芳芳交代啊？思前想后，我决定装几天病。我想着也许关几天店，孟伟见我不开门，没准就把我忘了。可我错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有人敲门，丈母娘抱着黄云去开门，紧接着就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：“那黄记小吃老板是住这吗？今儿怎么没开门啊？”丈母娘还以为是熟客，就笑脸相迎说：“不巧，我女婿他病了。”我赶紧从房间出来。孟伟，你干什么？孟伟看着我，这不没病吗？怎么不开店啊？我不敢说，只能走出去。开，现在就开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去店里给你做。孟伟幸灾乐祸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一天不做你店里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丈母娘还拱火。是吗？哎呦，我女婿手艺可好了，做东西特别好吃，还得谢谢您关照啊。我冲丈母娘起了个笑容，然后关门瞪着孟伟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不怎么样，我就要看你赔钱。这店你得天天开，少1天我就找你家里来。你这样不留活路，我真的开不下去。1个月亏6000，在外面找份工作，半年未必赚得到6000。你亏再多都不能弥补我这7、8年的苦日。我查过咱俩血型不匹配，这腰子移不过来，不然我早移了。说完，孟伟往前走，我就这样又被迫继续开店。这天下午，孟伟打牌输了不少钱，把所有人都赶走了，店里一片狼藉，桌椅全倒了。我坐在厨房里也不管，只觉得胸口有火在烧。等那些人都走了，孟伟一个人在店里赶人，但已经1个多月没人光顾我这家店了，所以平时也没什么客人。大约是孟伟觉得无聊，就冲厨房里喊：“那天那个是你丈母娘？”我不说话。我看你孩子都有了，那你老婆呢？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，是那晚那个吧？我还是不说话。孟伟一气之下冲我喊：“你不说话，老子也知道你老婆死了。那天去你家里看见遗像，真是个短命的，要老子说就是你克妻，活生生把她克死了。她要是当了老子的老婆……”我听不下去了，抄起菜刀就指着他：“你他妈再说！”可能孟伟也奇怪，我这个当了1个多月的孙子的人，怎么忽然就硬气起来了？他冲我喊：“要砍老子，你来呀！你不砍你孙子！”我当时真的火冒三丈，失去理智了。我拿着刀冲出厨房，真的砍不死。他挨了1刀后意识到我的身份，赶紧往外跑。他一路跑，我一路追，血滴了一地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
救命啊！我操你妈的，孟伟，老子今天砍死你！压抑了1个多月的怒火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他跑了一路，跑到路边拦了辆的士，然后上车，车子开走了。我当时站在原地看着车子开走，孟伟摇下车窗冲我喊：“孙子，你牛逼！老子去告你！你这回是主动伤人，老子看你坐几年牢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一下就清醒了。我跪在地上，一边听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一边开始反思。我这趟要是再关进去得10年吧，10年见不着儿子，孝顺不到老人，我怎么和李芳交代啊？我很后悔，但后悔也没用。我想起来1个月前的时候，刘老大给我的那张名片，他说过有事可以找他。于是我赶回家，在抽屉里找到了那张名片，然后打车去了地址上的那处歌舞厅。我往里走，跟这儿的经理说：“我是黄新成，我要找刘哥。”确实如刘老大所说的，报我自己的名字能见到他。经理把我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，但里面没人。经理说：“老大在外面已经联系过他了，他说晚上会回来，叫你等一会儿。老大吩咐我们招待好你，你可以去舞厅里喝点酒，跳跳舞，要找小姐也可以。”我摇头，我没心情做那些。不了，谢谢。我一直等到晚上，后面刘老大来了，见面就问我怎么了。我把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刘老大，也说了孟伟的事情，但是他完完全全没当一回事，只是拍拍的我肩膀。这事儿我平了，你坐这里，我打个电话。刘老大坐到办公桌上，拿出通讯录，翻了几页，找到一个号码。刘老大聊了几句，听对话的内容，电话对面的那人好像是孟伟的亲戚，似乎也是混社会的。几句话下来，电话挂断。刘老大告诉我，事情已经摆平了。我诧异道：“这就没事了？”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心的回家，警察不会去找你，孟伟也不会再去你店里了。您怎么做到的？孟伟的大哥以前一起混一个口子的，有点交情，而且他大哥也听说过你的事，也很欣赏你，所以他帮你教训了孟伟一顿。我听完还觉得像是做梦，就这样一通电话，我就不用坐牢了。我还在沉思，刘老大又向我抛来橄榄枝。兄弟，我是真的很欣赏你，你看你又能打架，又会做生意，又讲义气，你这样的人太适合做兄弟了。你跟我做事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可我再一次拒绝了。对不起，刘哥，我老婆走了，剩下岳父岳母和孩子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不能冒险。理解，没事，这次我帮你的事只是小事。你以后如果有事儿还能再来找我，我还会帮你。谢谢刘哥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对他有了很多好感。我回到家，警察似乎还没找上家里来，二老都不知道我砍人的事儿。我以为这事过去了，可事实上并没有。那天我追着人砍的事情，很多人知道了，都知道我坐过牢，不敢来我店里吃饭，怕我是黑店。我砍人的事儿，我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可事实上并没有。之后我开店做了1天也没生意，原本以为是人气散了，等几天就好，可过了几天依然没什么生意。这次没有孟伟了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周围的店主打听了一下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我拿刀砍人的事情已经在这一片传遍了。后面就有人打听我的事儿，发现我因为打人坐过牢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坐牢的事儿，没人敢来我店里吃东西，大家都觉得坐过牢的人开的店肯定也是黑店。我无话可说，只能沉默着每天继续开店，可每天依然没有生意，就算有也只是一些过客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认清现实，这个店开不下去了。我没和家里商量把店关了，然后又偷偷去找了之前餐馆的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您这还招人吗？我走投无路了。可老板娘却说，我是想帮你的，可我要招了你店里就没人来吃饭了。老板娘的话点到为止，她是好人，曾经不嫌弃刚出狱的我，是我自己拿着刀满街砍人，搞臭了自己的名声，最后只能默默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老丈人和丈母娘说了，他们听完后都惊呆了。老丈人气得拍桌子，都7年了，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？我摇头，把存折还给老丈人说，店是开不下去了，之前挣的都亏光了，存折里的钱也亏了几千，过段时间我再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，实在不行我就去工地，再不行就进厂。老丈人想了想，收下存折，这样明天我去厂里和领导求情，看看能不能给你谋个差事。可我不会技术啊。不会可以学嘛，从学徒做起。你别小看这个工作，这是国企，干好了有编制的也只能这样了。老丈人打通了厂里的关系，把我喊去面试。面试的时候，负责人问了些问题，我答得不算好，可事后老丈人却满不在乎，回去的路上还让我放心，说这事儿十拿9稳。我见老丈人这么有信心，便安心留在家里等消息。几天后，厂里来了电话，原以为是我被录取的事，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另一个消息，老丈人中风送医院了。我和丈母娘赶紧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看见病床上歪了嘴巴的老丈人，赶紧问随行的厂工人怎么回事。厂工人就告诉我们，还是你的事儿。原先李师傅为了你的工作塞了2万块钱给厂领导，你的工作本来是10拿9稳的，但是面试那天副厂长看见你了。我不解，我和副厂长有什么关系？你和副厂长是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你和副厂长他侄子有关系，他侄子我们副厂长姓孟，他侄子是孟伟。副厂长后面让厂领导把你刷下来，还让人把李师傅给辞了。李师傅因为这事儿去找厂领导说理，结果说着说着急倒了。孟伟又是孟伟，他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我想去找他讨个说法，还没走出病房的大门，中风的老丈人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叫住我，女婿。这一声女婿让我留在了原地。我知道老丈人的意思，我已经为人父了，不能再惹事了。
我低下头回到病床边。爸，我知道我不会去了，我不能再招惹那个孟伟了，也希望他以后也放过我。我真的惹不起他，他孟伟真的很厉害，哥哥是黑老大，叔叔是副厂长，谁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亲戚？我总以为释迦门阀是旧世界的产物，新时代的大家都是普通百姓，原来是我不会读书，误会了释迦门阀依然存在，只是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。抛开眼前这些事不谈，丈母娘要帮我带看皇运，还要照顾老丈人挣钱的担子落在了我身上。眼下我需要一份工作，可我能上哪找一份工资够用又肯听我的工作呢？思来想去，这时候肯用我的只有刘老大。回想起先前我2次拒绝刘老大，我不禁觉得可笑。原来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，比上梁山，比上梁山啊！那晚我神色紧张，却还是对刘老大开口：我需要钱，家里只剩我能挣钱了。刘老大，我知道您手下产业多，您找一个钱都是难的活给我，卖粉都行，我都做，我一定给您打理好。刘老大却告诉我：你想做，我未必给你做。你是有家庭的人，不像我连个正经老婆都没有，我有些比较干净的产业都没算在我名下，是一些棋牌室、歌舞厅、酒吧之类的，还算干净。我先给你一个棋牌室，你如果打理得好，剩下的就以后再说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在刘老大手底下做事，帮他经营一间80多平的棋牌室。这事儿我和家里人讲过，他们不希望我在这做事儿，老丈人更是因此气得不肯看我，嘴里咿呀呀说着我不能。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跪在他病床前磕头：您信我一回，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。老丈人当时也哭了：做人难啊！我也抹眼泪：是做人难啊！老丈人的中风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治好的，加上皇运还小，很容易就有个小病小痛，送去医院花的钱比大人还多。棋牌室虽然乱了点，但总比做违法的事情好。我先干了半年，管理得很好，也带了一批小弟，生意上没有烂账，放出去的款都收得回来。可唯一不好的是，棋牌室的收入没有之前的管事人在的时候收入多。我以为这会让刘老大不高兴，可后面在分地盘的时候，刘老大又给我分了2间棋牌室和一个酒吧。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，结果刘老大跟我讲了一长串的道理。他问我：你觉得出来混社会的人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喝酒、抽烟、纹身、烫头吗？那是傻逼混社会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赚大钱。你别觉得好笑，我说真的，不管是做什么，最后的目的都是赚钱，这不寒碜，但赚了钱也要有命花才行。在你之前，打理棋牌室的人是个狠人，放贷他敢玩命的放，收债的时候也敢玩命的收，警察来过很多次，生意根本做不安生。你虽然赚的没有他多，但是你经营的很稳定，你不让警察落画饼，这就是好事。我之所以经营这些酒吧、舞厅、歌厅之类的产业，不是因为他们多赚钱，而是想将来哪天落拓了，还能留一些的盘东山再起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和刘老大的格局差距，如果以后我有幸从商，一定要跟他学。04年时，我在刘老大手底下干了3年，已经接管了他手下所有正经产业。他很信任我，甚至把这些产业转到了我名下。我手底下有10几个小弟，也在圈里混成了半个大哥，存款早就破了100万。但不论我在外面怎么样，在家里我依然是2老的女婿，孩子的父亲。老丈人去年出院，现在在家和丈母娘一起带孩子。我给家里换了间200平的大平层，家具什么都是新的，尤其是彩电。我知道老丈人喜欢看电视，特地买了72寸，还请了阿姨来家里帮工。我回家有空的时候会给老2口下厨做饭，就想让2老能过个安详的晚年。黄韵3岁了，我最近在给她物色幼儿园，可是她有点胆小，不太敢跟人说话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担心她的将来，不是都说3岁看80吗？也许是我太爱操心了，日子过成现在这样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李芳交差。同年9月，市里忽然开始了一阵扫黑反腐，我收到消息，开始整理现金。可由于我手下的生意相对干净，并没有被盯上，反而是刘老大因为那些灰色产业被关了进去。05年3月的时候，他被判服刑18年。我当时找人托了很多关系，给监狱里的刘老大带一句话：刘哥，我这边的产业一切都好，等您出来后，这些产业都是您的。我那时候真是这么想的，可我没等到刘老大出来。05年7月的时候，监狱里头传来消息，刘老大在监狱里被人刺死了，但由于同一个监舍，另外11个人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，监狱方面查不出来是谁刺死的，到后面只能给他们监舍的所有人都记了处分，然后草草了事。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人傻了，我找人打听消息，一个在监狱4进4出的线人告诉我，刘老大在监狱里换过1次监舍，好像是有人买通了关系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，管不了太多，拿了笔钱给线人查，给我查到底。线人也和我表示了他的担忧，这事查下去不一定有结果，即便查到了结果，你敢说你一定敢惹对方吗？先查到再说。线人收下了这笔钱之后，开始四处打听消息。刘老大是个仗义的人，可他仇家也多，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他，可我也查不出来。此时回想起刘老大为我做过的事，我必须报答他。话虽如此，这件事不是那么好查的，也许一直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。所以我在想，还有什么是我能为他做的？刘老大没有老婆，只有外面养了几个小三，那些人在刘老大进去后也都长了新的金主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最后查到刘老大有个弟弟叫刘峰，前几年犯事关进去了，最近马上要被放出来。为了报答刘老大的恩情，我决定帮他照顾好这个弟弟。
在刘峰出狱那天，我带人去监狱门口接他，然后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。刘峰在监狱的时候就知道刘老大的死讯了，只是他没想到居然还有我。我可以把产业全部交给你打理。可刘峰以不懂经营，只会干黑事为由拒绝了，而且他现在出狱花不了什么钱。于是我给刘峰买了套房子，先帮他安置下来。后面刘峰看到了我的车，就说要给我当司机，我当时是不愿意的。他是刘老大的弟弟，哪能给我开车？可刘峰说，光吃饭不干活儿，迟早会讨人嫌的。如果我要跟着你，我得找点事做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刘峰成了我的司机。那之后我继续经营这些相对合法的产业。也许是刘老大的死给了我不小的冲击，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不像好人。等这一阵扫黑反复的风头过去后，我重新整理人手，开始扩张产业。这次不仅仅是做干净的，不干净的我也要插手。刘老大先前被查封的产业，我要慢慢养回来。为此中间用了一些暴力手段，都是刘峰去处理的，我没让家里知道。就是这几年，我发现我做事越来越冒险，手段也越来越黑。但我回过头来问自己，我错了吗？我打从心底里觉得自己没错。正如那天刘老大和我说的，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现在不只管这一家的吃喝死活，还管着手下几百号人的吃喝。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，那么多人被吃，凭什么他们可以吃，我不能吃？干到07年的时候，我已经拿下了市中心2个区的灰色产业。也是这时候我意识到风头开始变紧，国家好像将要有一次铁腕行动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被抓进去。当然更重要的是黄韵已经7岁了，开始懂事了。我很害怕将来他知道他爸爸是混社会的，我不想把他教成我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决定洗白自己。当时房地产是最野蛮生长的行业，也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。我开始变卖名下的产业，积累现金，准备重新开始。07年末，虽然我筹备了大量的资金，可我没文化，在涉足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就会显得谨慎小心。昨天去招标的时候接了一份合同，结果去找律师看，发现合同上有10几处漏洞和坑，那些人就是欺负我没文化。回想起当年的孟伟，我真想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，有手段懂规则，我这辈子是不太可能了，可惜我不会读书。于是我就想找一个能帮我办事的人，这个人不能太干净，否则同道不同心，迟早会给我挖坑，把我害死。可懂法律又同心同德的人太难找了。直到后来我听一个经理说，在我名下一处酒吧里有个小酒保在给客人提供法律帮助。我当时以为这个酒保是来打工的大学生，经理告诉我是个鸡头把他介绍过来的，好像是个犯过似的，正在躲事儿的。我听了就觉得很好，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？于是我赶紧去酒吧见了那个叫徐斌的，他看上去不大，文质彬彬的。我问他，我看你天天帮客人做法律援助，你懂法？以前学过。你读过大学？想读，可惜我没机会读。我混了这几年的社会，看得出来这个人有秘密，有秘密是好事，有秘密的人好用。我让经理拿了之前那份合同的复印件给他，让他看看上面的问题。我等了他半个小时，事实证明等待是值得的。他指出的点和专业律师指出来的点一模一样，就冲这个我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。我聘了他，让他做我的秘书，帮我处理合同一类的事儿。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我正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。起初我以为这一行很干净，但日子久了发现并没有那么干净。我在这一行看见了很多以前混社会时候的老朋友，他们用的手段可以说十分狠毒，想在他们嘴里分蛋糕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可我既然已经变卖了所有产业，就不能让这笔钱砸在我手里。于是我把拿地的工作交给刘峰，我对刘峰说，只要不死人，只要插不到我们头上，你就放心的干，钱我出。后面刘峰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伪造车祸那招我真的很喜欢，但叫小姐和记者来给同行泼脏水那招我觉得更厉害。在刘峰和徐斌的辅佐下，我拿下了很多地皮，生意越做越大。09年的时候赚了很多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盖自己的公司大楼，我把公司起名叫博达集团。2010年集团大楼盖好后，我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，起初是心情不错的，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楼。可坏消息接踵而至，让我非常暴躁。那段时间，手底下的人几乎没和我汇报过好消息。博达集团名下的几处楼盘在正式开发后，相继遇到了被有关部门勒令停工罚款的情况。后面我们找人去重新办理开工许可证，办证人员一反常态，直接把标准拉到了最高，导致公司的人去了几趟都没办下证来。起初我还觉得奇怪，分明每个项目都预留出了打点关系的钱，怎么还会出这么多幺蛾子？难道这钱被人贪了？我把刘峰叫来，让他去查查这件事具体是什么原因。后来刘峰把那些经常来工地找事的工作人员带去吃饭，叫了些年轻貌美的姑娘陪着，又劝了几杯白酒，每人塞了2条烟，再发了个大红包，什么都问出来了。他们部门空降了一位领导，专门管这块的，可这位领导好像和博达集团有过节一样，总让手下的人盯着博达集团，甚至还暗示他们说，如果挑不出错误，当心被穿小鞋。得知这件事，我又让刘峰去打听这位空降领导的消息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位领导叫孟丹敏，又是他妈孟伟的亲戚。这个孟伟他妈的到底有多少亲戚能搞我？我气疯了，对刘峰大喊，去给我查，把这个孟伟所有的亲戚，他老子家的，他娘家的一个不差，全给我查出来，我要看看他家到底是什么新型土匪。刘峰听完先没说话，而是拿了张照片和信纸给我。我看了眼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坟头，
有刻字的墓碑，墓碑上写的名字是我2年前找的线人，他死了。我赶紧把信纸翻开，仔细看了下上面的内容。老大，2年前你让我丈夫给你调查一件事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这时候告诉你，对方会顺藤摸瓜找到他，就打算等2年再告诉你真相。可对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丈夫在查，他居然找人酒驾撞死了我丈夫，那个酒驾的人最后只判了2年。这事儿我只能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在那个人出狱后把他嘎了？我求您了。看到这，我产生了很多疑问，刘峰都解答了。这是那个仙人的老婆写的，你让那个仙人去查我哥的死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惹麻烦，想晚几年告诉你。所以是谁打你哥？是孟伟，他之前找你麻烦，我哥替你出头，他一直怀恨在心，打那以后一直在找机会想干掉我哥。那次扫黑反腐就是他举报我哥的场子，等我哥坐牢以后，也是他在一个监舍里安插了人手，然后买通关系把我哥调到那个监舍，我哥就是这么死的。听到这，我有些乱，我捂着眼睛想了很久，可能像孟伟这种人，只要恨了一个人，就会缠他一辈子的。他已经缠了我17年了，整整17年啊，怎么还不够呢？我问刘峰，这个孟伟结婚了吗？家里安排过，但女方觉得他流氓，离了。有过孩子吗？没有。也对，这种人要是都有孩子，那才真是造孽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刘峰，监舍里打你哥的人是谁知道吗？知道，是酒驾撞死我线人的那个人。在哪个监狱？知道孟伟住哪知道吗？知道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天我穿了一身新西装，特地做了发型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成功商人。随后我拿起桌上那本5厘米厚的标书，准备去找孟丹敏。想见他不难，刘峰之前请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吃饭，总能有点面子进来。我几乎是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，先敲门进来。我推门而入，然后把门带上。孟丹明看了眼我问，你是谁？您贵人多忘事，前段时间您还让人停了我们集团的项目呢。哦，你就是季伯达。我点头，然后谄媚地坐到他面前，默默把手上的标书放到他的面前，轻轻往前推。他看着标书2字，不屑地笑了。我这可没什么要招标的东西。别这么说，你先打开看看。他翻开第1页，脸色立刻变了。第1页上记着他家的所有信息，包括家里的人口、照片、住址、年龄、生日、工作、学校、电话、爱好。他看我的眼神忽然就没有刚才从容了。别，您再翻下一页。他低头翻开第2页，这一页的字比上一页小，因为要记录的东西比上一页多。这一页记的东西是以孟伟为中心，3代以内亲戚的信息。我特地让人把孟伟家里有身份的人的职业标黄，有当老板的，有从政的，有在大学任教的，有在国外发展的。这种规模确实和我这种母亲改嫁抛弃孩子的家庭不是一个阶级的。第3页也很好看，此时走廊出现了人走动的脚步声，他草木皆兵，赶紧将标书合起来。我起身抓住他的手，合起来看看第3页。说着，我帮他翻到第3页。这一页上记录的是孟伟这些年做过的事，小事占了大多数，但大事也有几件：诬陷他人犯罪，致多人受罚，买凶杀人，然后利用刑法规则轻判，随便几件拎出来都是很大的坏事。孟丹明显然慌了，我趁热打铁。你们孟家是个大家族，不论是上一辈还是这一辈都很争气，偏偏就出了孟伟这么1号人物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孟丹明深吸一口气，但还要故作镇定，压低嗓音，显得自己说话很有中气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您再往下翻。他往后翻了几页，都是白纸，于是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朝他比划手指，示意他接着翻。于是他开始扫页，在翻了几十页后，发现这本标书的中间有几块镂空，在这些镂空里放着4根100克的金条。孟丹明的脸色又变了，他显然很疑惑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刘峰的号码，然后把手机递给孟丹明。这是你叔，说话。救我！他们绑架我，关了我好几天，救我！孟丹明脸色一下就绿了。孟伟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冲孟丹明比了个嘘。孟丹明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了，赶紧收小。季伯达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先没说话，只是把装着金条的标书又往前推了点，使金条距离孟丹明更近。随后我说，领导，我和孟伟是93年认识的，当时他对我老婆动手动脚，那时候我年少不懂事，把他一颗肾打爆了。后面我也坐了4年牢，该还清了。可是出狱后的第3年，我开了间小店，他带人来回我生意，害得我店开不下去，还弄臭了名声。之后我关店准备去打工，可那一片没一家敢用我。后面我老丈人拿着存款去求他们厂领导，希望能给我安排份工作。结果又是孟伟让他当副厂长的叔叔，也就是您2哥把我拒了，还把我老丈人辞了，害得我老丈人突发脑溢血中风住院。我当时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没钱也找不到工作，是他逼得我不得不混社会。扫黑除恶的时候，他为了针对我，把我大哥弄进去，又在监狱里安排人手把我大哥嘎了。现如今我好不容易把公司做到这么大，他居然又找您来害我。当然我知道领导咱俩之间没有过节，肯定是孟伟知道您管我，就来求着您办事。您考虑2家亲戚关系，耐不住他一直软磨硬泡，您才动动手指头让我不好过的。所以我就把他给绑了，关几天，然后找人去收集了这些信息。但领导您评评理，孟伟这个人太记仇太可怕了，他足足缠了我17年，一个人居然能拿17年去持续不断的报复别人，这难道不恐怖吗？要换作是您忍得了吗？我是真忍不得了，今天来找您就是想和您谈合作。我知道孟家有钱，看不上我这点，但是要我说这个孟伟，他就值这么多。孟家这么多优秀杰出的后辈，就除了他这么
了一个拖油瓶。如果你们继续纵容他，迟早有一天他会拖垮你们全家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孟伟这些年来做过这么多坏事，要是曝光出去，孟家可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呢，就想给您一个选择，一个能长期合作的朋友和一个败坏门风的亲戚，您选哪一个？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对孟伟出手了。有句话说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于是我把他所有的罪行，他这一辈子犯的事情都调查得一清二楚，并且让小弟把他关押在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。我带着证据找到了孟伟最大的靠山，也就是他的叔叔孟丹明。孟丹明迟迟说不出话来，拿出了领导深思熟虑的做派。我告诉他，不管您选哪个，我都支持您。您要是选亲戚，我立刻让人把孟伟放了。但是相应的，孟家其他人的安全，还有孟家的很多秘密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但是如果您选我这个朋友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。以后我就是您的佣人，您说什么我听什么。但是孟伟不答，孟伟失去是留，我就交给您了。孟丹明满头汗，眼睛被熏得起雾。我注意到他嘴唇有点发抖，似乎在强烈的纠结中。他看向我，你们这是犯法的。瞧您说的，孟家犯法的事少了，可孟伟是我大哥的儿子，我要怎么跟我大哥交代？您放心，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全当孟伟失踪了。你大哥查不到的，我这位兄弟业务熟练，您放心的选吧。他低头看着金条，默默合上标书，重新吸了一口气。这个博达集团的整改做得很好，具体方案我要带回去研究，希望以后能建立长期的合作。我微笑点头，把通话开成了免提模式，然后对那头的刘峰说：“听见没？领导发话了。”紧接着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人挣扎求生却不出声音的动静，大约持续了几分钟，直到电话挂断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，起身朝孟丹明鞠躬：“谢谢领导栽培。”说完，我扬长而去。不知道孟丹明是什么表情。除掉孟伟后的几年，我一帆风顺，毕竟我掌握着孟丹明同意让我杀掉孟伟的录音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个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互相利用，谁也别想摆脱谁。有他给我一路开绿灯，我怎么能不顺他？一个人有捷径可走时，除非他傻，否则他一定选捷径。这条路真的太好走了。我靠着孟丹明这条线称霸了市里的房地产，我还学到了一种新的金融玩法，叫杠杆，在房地产这一行里能玩出花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拿着一笔钱去买地，然后用买到的地和银行贷款做工程款。但工程款我不拿去盖楼，而是继续拿去买地，然后继续用买到的地和银行贷款。用这招，我能迅速扩展公司的规模，也很快尝到了甜头。多年以后，我儿子留学回来了，儿子长高了也帅，和你妈妈一样好看。当年我答应你妈要把你培养的一流人才，能文能武还有钱。现在你留学归来，爸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先去基层历练一下，等你掌握了集团的运作规律，我们再慢慢的提升，爸会一点一点的分权给你，等以后把整个公司交给你打理。博大公司的账户干干净净，也没有税务问题，公司制度也很齐全。你只要把这一套学会了，就能放心甩手。再过几年就和你外公外婆去乡下找个宅子养老。爸，说起这个，我想问下经开区的那个烂尾楼盘，15年因为资金问题停工了，现在都过了7年了，我们集团真的缺这笔钱呢？这件事是一笔烂账，你别管了，爸会处理好的。好，来和爸说说，你交女朋友没有？有没有你妈好看啊？自此，全剧终。